来看看鲸鱼的房间。是用这个录还是用这个？这个是吧？哦。所以现在主人公在哪里？主人公在房间。大家现在听到有音乐声了。我们来看看鲸鱼的房间。有人来。Hello。你在干嘛？我早上起来等你们啊。今天早上几点起的？9点半，差不多10点钟。然后就一直在等着我们吗？对啊，然后就搞好自己的。要开什么？我都整理好了，你没有东西。看到鲸鱼的房间特别的干净，然后特别的整齐，只有一件外套躺在床上。这是睡衣吗？睡衣。这睡衣跟了你多久啊？跟别人刚刚送我的。我以为你的老睡衣这么干净。所以你刚刚一直在听音乐吗？还是在自己刷微博呀？干嘛的？听歌，手机插在上面了，拿不下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房，你要不要带我们介绍一下你的？介绍一下。这些是粉丝送给你的礼物是吗？对，粉丝前两天送给我的礼物，这是我平时身上带的包。最好玩了。我要不要先看粉丝送了你一些什么东西？一些吃的，然后有一些靠枕，对，靠枕、帽子。粉丝是经常会送你一些吃的吗？对，经常会有些送我吃的和那些公仔啊、玩偶啊什么的。他们是不是担心你太瘦了，所以会经常我也知道，而且经常会送我书，是觉得我没空文。所以最近有在看什么书吗？我看了他们送的书，我都在看，每次坐飞机我都会翻。最近是什么类型的吗？有在看哪个？最近送了什么解忧杂货铺，我这个送了2本，而且还送了一个叫什么今天你很漂亮一个漫画，聊得非常给我笑死了那本书。所以那个说到吃的，好像粉丝最近讨论的很厉害，也是好像说觉得你瘦了，挺担心这事儿。我脸有点瘦。对啊，是怎么？你是有在刻意减肥吗？没有刻意减肥，因为之前拍的时候在镜头上脸比较大，因为那时候整天睡不好，脸比较肿。然后现在睡得好，而且我过年的时候把里面智齿拔掉了。所以拔智齿能瘦脸是吗？不会瘦脸，拔就不会瘦脸，但是就是靠自己。主要是个人魅力。主要是个人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你平时背的包吗？哦，这个我出门都会背个小包嘛，背在身上。贴身包。这个也是下台粉丝给我的，是吧？挺好看的。小熊。那我们可以看看你一般就是出行都会装一些什么东西？我这次有点乱，我就装了一些，把这个关一下，装了一些卫衣啊什么裤子，因为我刚刚买的衣服放在里面。要拿出来看吗？要，你给我们看看你的贴身都会带。一条裤子，一件衣服，眼镜，然后喷雾。还有什么？这些是你出行必备的是吧？我这东西一直堆在包里的，这什么祛痘印的。你有痘印吗？我有很多，然后就是中药。最近也在调理身体啊。因为胃不好嘛，那个中药效果蛮好的，我会经常吃。然后还有一件卫衣。你是卫衣控吗？也带这么多卫衣。这个东西穿起来很方便嘛。然后胃药、发蜡。我感觉你带一堆药罐。对，很多药。再没什么东西了。没有钱包吗？你随身不用带钱包吗？我都放在身上了，钱包我不会放在包里的。那所以你的钱包一般都会装多少钱？随身带的？钱包有钱就多带点，没钱就不带钱。不会是那种就现在当明星，比如经纪人那种帮你掌控财政大权？他总不带现金，总是拿我的现金。还借你钱是吗？他总不带现金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别的地方。他很卡，你知道吗？不怪我。然后这个是你的行李箱吗？行李箱。行李箱还有一双鞋。这行李箱是用了多少年了？看着有年头啊。其实行李箱其实不是很旧，主要是我们机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不是很好的对它。所以就已经砸成这样。就几趟飞行下来就变成这样。
都是刮伤。所以你的箱子里面也都有衣服吗？还是箱子里面啊？箱子里面就是我本来以为北京会很冷，而且我带了羽绒服来，结果箱子里面都是一些衣服啊。这都是你自己叠的吗？对，因为这样会让箱子空间省一些，不然这个箱子装不了太多东西。你是比较有整理癖的那种人吗？就比较会收拾尺度的那种人？我箱子我会好好收拾，因为你生活的环境会把它整理的干净，不然你在这东西会丢掉的。你自己叠衣服有什么自己特殊的技巧吗？这种常出差要带很多东西出来，这种。叠衣服我就微博学了2个，叠 T 恤的啊。这也是我以前微博学的，一个是叫什么快速叠衣啊，在家里叠衣服可以这样，是要先抓住肩膀，再抓住中间，拉住下面一摆，然后这么一搭，我就叠好一件。这件是我在家里会这么叠的，然后出差有一个叠法是要把衣服卷成一卷嘛，这样就很省空间，而且衣服也不会皱。先把下面给弯起来，然后再把它对折一下，袖子放好，然后从上面一点点卷下来。这样就蛮方便的，而且衣服不会很皱，而且放在箱子里特别省空间。这都是我在微博学的。所以你平时会特别喜欢刷微博吗？微博最近刷的很多。然后看的最多的是什么？看的最多的？对，就是搞笑视频嘛，然后一些生活小技巧。那粉丝比如说艾特你啊那些，艾特我也会看，艾特我每天都会看。那你看粉丝私信吗？因为之前粉丝一直在说你为什么不看私信。私信我之前好像30万粉左右的时候我还会看，但是后来再多我点开我就看不到了，一点开它就一直在跳，我没办法看一条看完它就跳走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地方，这边是洗手间。好，看到了，这个是鲸鱼洗脸用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你自己的化妆包吗？为什么打开还都是药？都是药，这个是维生素，它保证你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。这是胃药，胃不好嘛。这个是消炎药，抗生素。怕身体突然有什么问题，你要吃消炎药。然后就没什么正常涂脸的呀，香水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药，我有很多药。你自己私下平时就没有工作的时候出门会化个妆打个底之类的吗？我出门不会打底，我出门最多把眉毛搞搞，因为我眉毛那个小时候放鞭炮被烧掉了，这边眉毛不长出来，所以我会把这边眉毛补一下。你自己抓一下头发什么的。头发我现在我也不喜欢弄，头发我出门也不搞了，而且我会剪得很短，让它洗完就可以出门的样子。那你之前的时候，就是做模特的时候呢，出门也就是很随意。模特你出门要收拾收拾。那时候因为你出去，如果你要面试啊、见客户啊，人家要看到你最好的状态嘛，所以我以前会稍微打扮一下。现在出门见人比较少，所以我就不太打扮。因为你还没吃早饭是吧？对的。那我们去外边陪他一起吃早饭吧。只是现在不算是吃早饭吧。吃早饭。早饭。一盒水果还是蛮好的。我本来期待的是几个大盘子。你早饭一般会吃很多吗？还是说一般都随便垫吧点？一般都吃不到早饭，因为没有工作起来比较晚，吃不到早饭。起来了，如果我在家的话，我早上起来就是麦片，我早上就吃麦片，因为那个会帮你刷那个肠胃里的脂肪嘛。随便垫吧点。因为我们的直播稍微有一点卡，所以很多的网友都在说看不到你的脸。看不到我的脸。要不要在你的脸上垫？远一点，这样会不会好？要不要打一招呼？现在大家都是看不到你的脸。
我这要慢一点打字，不然会卡。大家好。那我就横着拍，不一直。然后现在粉丝刷屏特别严重的，就是在想问你，用什么香水？香水啊，我香水用的是什么香水来着？我前两天买了一瓶 BOSS 的香水，我香水会一直换的，我香水会喷个10几次，我就放在家里摆着再换一瓶。你有偏好的一些味道吗？偏好的味道，那全好闻的味道，我也不知道味道这个怎么形容。就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什么玫瑰花或什么香味的那种？也蛮喜欢的。那你会喜欢女生喷什么味道的香水？女生喷什么味道呢？女生喷什么味道？我不挑这个。但就不能，只要别臭就好。还可以再看一下粉丝现在关心什么，然后我们可以再。粉丝问今天为什么没有穿秋裤？我一直也不穿秋裤。一直都不穿秋裤是吗？不冷吗？特别冷的时候也不喜欢穿秋裤。特别冷的时候，除了在北京拍戏那1个月，我忍不住穿了一条加绒秋裤。再后来我就不穿了。所以其实今天外面北京风也很大，但你看他膝盖，对，就一直露在外面。裤子摔破了。所以是没有钱买新的吗？每天在地上跪下。就最近拍古装戏要天跪。粉丝问说为什么戴那个戒指？戒指啊？对。哎，你的戒指在哪里？没戴。这是我会放在睡觉的地方啊，我每天睡前会把它拿下来。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是2个戒指。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就是粉丝说你一直都戴着。没有意义，反正这个是我，我想想啊，大概是我15岁，好像是15、16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赚工资的时候买的，很便宜啊。第一次赚工资时候买的，然后一直戴，就一共有3个，掉了1个，还有2个一直到现在，大概有多少年了？差不多快10年了吧，8、9年肯定有了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刚才有一点卡，因为人气太高，可能我们被踢太高，人气太高了哈。那我们刚才解释的这个戒指，好像粉丝还很关心，你好像一直还戴了耳钉，有吗？耳钉。怎么就戴了右耳吗？还是左耳？左耳。对，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意义啊，就是我买了一颗裸钻，然后自己做的耳钉。觉得戴一边比较帅，戴一只。因为我打了这个之后疼的我不想再打第2个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余钱再去买另一颗钻了。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个项链，大家也很关心？项链对，就是装饰嘛。现在有在戴？装饰。也是纯装饰。装饰。是不是在卡？还卡了。哇，真的要被崩溃了。好吗？还在卡。主角消失了。一直卡，然后好多人都在问鲸鱼你在哪里？他真的就在我的面前，但是就一直黑。现在就好了。啊，你再往稍微往上一点。我眼睛有点肿是吧？好吧，好一点。应该平衡。你得往上一点。还得再往上。哦，那我这样。不行，这样还是有数。那我就只能是这样。对，你往上面看到。刚才我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粉丝问你会不会和粉丝谈恋爱？和粉丝谈恋爱？就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什么这辈子睡不到黄景瑜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觉得这个问题说的真对，真的。所以粉丝有什么方式能睡到你们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可能教别人睡，我教你怎么样睡，我不可能的吧？可以变成一双棉被，也许就睡到了。化身成一棉被，变成枕头。就粉丝问你方巾是什么牌子？方巾也不是牌子，都不是什么牌子，就是随便买的。就你现在是必须走平价路线的是吗？对啊，我现在买的衣服都。然后还有粉丝这边在问你第一次拍古装戏的感受，有什么好分享？第一次拍古装戏的感受，我还是挺兴奋的。
那个我感觉古装的衣服挺帅的，那个穿起来挺帅的，而且又能骑马，我又是皇上，又能骑马，又能拿着刀砍啊，蛮好，挺有意思的。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吗？就比如说第一次戴辫子头啊之类的，或者骑马什么的。好玩的经历啊，没有，反正我第一次骑马，第一只马它就很不老实嘛，一直要跑，然后换了一只马。骑马蛮好的，蛮想骑马的，感觉很棒。那古装那个衣服不会很重吗？古装那个正常的便装还好，那个盔甲真的很重，盔甲，而且你穿上盔甲之后，你不能坐下来，因为它撑在这儿嘛，你坐下来只能直直的坐在那儿，所以那个盔甲，而且站起来会很重很重。我看现在粉丝刷的最多的还是在说你好像每天微博有上线下线10几次，是吗？对，你怎么有这个是你？这微博是你本人在打理吗？对啊，我就没事我就会，比如说上个厕所，比如说上车没事就微博打开了，刷一眼就关掉，刷一眼就关掉。但你刷你也不自己发什么，因为大家说等你微博等了好心累。我发的很平啊，最近。可能大家太爱你了吧？我最近发的很平啊。哦对啊，粉丝问你的裤子是自己撕的吗？没有，其实买的时候它是这样的，还是蛮好看的一条裤子，但是我第一次穿，砰，这个全撕了，被我踢的。然后我们这边那个40，然后又传过来消息说还有粉丝在问你，因为你家有只狗是吗？有只狗啊。什么时候养的？那个狗现在大概也有个7岁了吧。是一只萨摩是吗？萨摩耶。它叫什么名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？7岁，7年前呗。啊，就是它从小就在。就是它刚生出来断奶之后，我就给抱回来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叫 Billy。Billy， 你自己起的？我起的。有什么含义吗？我本来以前想叫它宾利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宾利。后来觉得最近好像有时候好尴尬，我叫不出口。名字太高了。对呀，太高级了。咱改个英文名吧 ，Billy。你们还有什么吗？没准你这么说完了之后，粉丝会送你一台宾利。不可能吧？真的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啊，然后粉丝还有问说你最喜欢吃什么菜？重口味还是轻口味？最喜欢吃什么菜？我有的时候就喜欢吃些简单点，吃色拉呀，吃什么的。但是有些时候又喜欢吃些重口味，比如说有时候可能，喝过酒啊什么，就想吃点口味重的嘛。但是现在不会吃，因为现在一吃油腻的或者吃一些比较辣的，胃就会不舒服。所以现在我都是选择清淡一点东西吃。所以我们现在再等等，粉丝有什么想问的可以赶快留言。然后如果没问题，我就睡了。你刚才提到了喝酒，你的酒量好吗？很一般吧。我以前我感觉酒量还蛮好的。以前因为在东北嘛，朋友总是聚在一起喝酒，然后最近胃不好，也很久没喝。昨天晚上去那个法国的那个精品晚宴嘛，然后红酒大概也喝了2口啊，站起来有点晕了，酒量不行了。你之前的采访的时候特别喜欢在路边对撸串喝野酒是吗？啊，那个感觉很自由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粉丝问你现在就是以现在的身份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？可以，我前2天在路上喝酒呢。在哪儿？我就是去逛街，从我家到商场的路上，我就拎着啤酒。你刚刚说到昨天参加那个活动，然后粉丝就觉得你昨天表现很高冷，你昨天怎么表现这么高冷？是紧张吗？还是？不紧张，昨天我可能有点不舒服吧。昨天很高冷吗？很高冷。粉丝觉得你昨天的照片呀，我高冷起来不是很帅吗？很多人留言说你为什么都不笑？我后来有笑啊，因为那个虎牙太明显了，我怕镜头那么多，一笑吓到人家。然后有网友想让你分享一下你的私人歌单。分享一下什么？私人歌单。私人歌单啊！对，刚刚那首歌是你经常听的。没有，我的歌单都被我刷掉了，因为我前是换了个手机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我只能在线听。那你比较爱听，就你喜欢的歌手，或者是最爱听的歌？
歌曲？歌手啊，我爱听的歌其实特别大众化，就是那种公告牌上的歌我都挺爱听的。但是我一般听的就是那个后摇嘛，就一种音乐风格嘛。我会找后摇的歌，然后因为那歌会让你怎么讲，让你有时候会让你很安静，有时候可能会让你反观一下自己嘛。有些音乐是可以带入你灵魂的。所以如果你自己唱的话，你喜欢唱的什么类型的？我唱的在 KTV， 没有，我唱的歌总被吐槽。必点曲目是？我跟那个我们公司人以前去唱歌，他们总说你这唱的歌怎么这么老啊？所以就唱就是比如说，我会唱一些李宗盛啊，什么唱一些齐秦啊，而且唱一些齐秦的很老的歌，他们都没听过。再就是新歌也会唱，周杰伦我也会唱，因为我周杰伦的周杰伦也没有粉丝。周杰伦的老歌，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初中的时候喜欢周杰伦嘛，他的歌可能是几年之前的歌我都会唱。还有什么呢？反正我总之还是比较喜欢老歌，新的歌听的比较少。现场唱2句给粉丝放一下福利。唱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开嗓。我怕我破，我早上刚起来，早上没开嗓啊。想听什么我就能唱什么，这就是我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粉丝有留言说想听什么。这个现在得有延迟。它有延迟，还没到那一步应该。你自己有什么很特别拿手的歌？对，就你唱的水平最好的歌。就是被所有人夸赞的一首歌是。但是我不拿麦我就唱不出来。你自己拿口袋拿遥控器。我唱什么歌唱的？莫文蔚的那个什么来着？什么？莫文蔚的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我特别爱唱的。哦，电台情歌，但是我记不住词儿。哼两下吧。闪电，我好尴尬。还唱一熟的吧，就唱2句熟的。唱一熟的。问懵住了。真给我问懵了，唱什么？你不说周杰伦吗？周杰伦那些。就唱周杰伦。他不唱周杰伦，他少年老成。但像你做说的。爆个料，就我们那个剧组里有另外一个小孩叫林峰峰，然后他们2个人每次去 KTV 唱歌什么都，就是2个人唱的，就是感觉是因为我比他们大很多，就是我都不知道的歌，就是2个人就是少年老成2人组。所以李宗盛的你们非常当爱唱往事。喜欢那个对，那个歌我特别喜欢。唱这个。还有你们真的是一个年代的人。还有那个我是真的爱你，那个也特别好。然后山丘，那个歌现在比较流行了嘛，流行开了。后来又流行。然后还有那个袖手旁观啊，这歌我也很喜欢。还有什么悬崖，我以前在唱吧上唱的特别难听的，被扒出来了，我尴尬死了。我准备过2天我重新录一遍。所以你刚刚都包这么多曲目了，就没有一首歌能唱2句？往那边想什么呢？你可以假装我们不存在。今天晚上的星星跑调了，不行。没有，他平时唱挺好。下次我唱吧录给大家听，我最近就录，一会儿我就录。好，你说的，一会儿要录唱吧给粉丝。所以你现在会把之前的，就是自己能想到的，比如说唱吧呀，或者是微博呀什么，就把之前的那些东西，觉得不是很好的会去删除。唱吧我本来不想删的，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唱歌蛮好听的，但是我前2天因为那个大概是3年前录的嘛，我前2天我翻下听了一下，我这什么东西，赶紧删掉。然后听说你的粉丝一直还没有命名，是不是？粉丝团知道。粉丝团护金团不是吗？护金团啊。因为我们在这边看有粉丝问粉丝群可不可以叫鲸鱼海。鲸鱼海。对，你觉得这名怎么样？像海这样的。鲸鱼海，我觉得不顺口哎。不顺口。护金团啊。现在其实直播时间是不是快到了？我觉得差不多。好，那我去整理一下，吧，准备那个接受小浪的特别节目，明星特别任务，对，独家专访。那所以你要不要跟大家说呀？有更多你的消息，请关注我们的。有更多我的消息，多关注我的微博，关注新浪娱乐。